我在单位干了15年，清清白白，妻子却实名举报我受贿200万，纪检组查了3个月，连1分钱问题都没找到。清白后，单位领导握着我的手道歉，我没说话，转身回家，看着女儿粉嘟嘟的小脸，突然想起妻子这些年的冷淡和那个经常来家里串门的表哥。第2天，我拉着女儿去了医院，鉴定报告出来那刻，我的手在发抖。纪检组的王组长把我的手握住，他的手很干很暖。赵科长，委屈你了。我看着他没说话，桌上放着一份文件，红头黑字，关于赵毅受贿200万举报不实的调查结论。3个月92天，我每天都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房间度过，一日3餐有人送，每天2次有人谈话，他们问我每一笔存款的来源，每一笔支出的去向，我说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说我没拿，他们不信又好像信。今天一切结束，王组长亲自送我出办公楼。单位那边我和你们张局长通过气了，他说给你开个小会，恢复名誉。我点点头，回家好好休息，你爱人也不容易。我停下脚步看着他，他脸上有一丝尴尬。是啊，我爱人周瑞，他大义灭亲，实名举报的我。他说我床头柜的夹层里藏着一张200万的存单，纪检的人去了，撬开了夹层，里面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周瑞说他亲眼见过。纪检的人问我，我看着他们只说3个字，我没有。现在我清白了。王组长拍拍我的肩走了。我站在阳光下有点晃眼，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是张局长。赵毅在哪？晚上给你接风洗尘。不了，张局想回家。电话那头沉默一下。也好，弟妹肯定也盼着你呢。你放心，工作上的事我给你安排好。我挂了电话，回家。我15年没犯过错的单位，因为这件事我成了所有人的谈资。我住了12年的家，因为这件事也回不去了。我打车报出地址，车开动，窗外的树影一片片后退，我的脑子很空，直到车停在楼下，我付钱下车，走进楼道，拿出钥匙插进锁孔，门开了。妈妈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我换鞋走进去，周瑞举着一个飞机模型逗着女儿赵安安，安安坐在沙发上，小腿乱蹬，咯咯笑。他看见我愣住，爸爸。他声音很小，带着怯生生的味道。3个月他对我生分了。周瑞把模型放下，站起来，你回来了。我看着他，他瘦了点，好像他也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应了一声，走到沙发边坐下。安安从他身后探出小脑袋，偷偷看我，那张脸粉嘟嘟的，很可爱。我以前最喜欢捏他的脸蛋，现在我看着那张脸，心里却一片冰凉。喝水。水杯递到我面前，我没接。什么时候知道我回来的？上午，王组长给我打了电话。客厅里很安静，电视开着，没有声音。桌上摆着果盘，里面的葡萄很新鲜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我被带走那天是周3。那天下午，我单位的表哥孙鹏说要来家里吃饭，他是我大学师兄，后来在一个系统。他父母和我父母是旧识，关系不错，所以周瑞管他叫表哥。他没结婚，总爱来我家蹭饭。我被带走后，他来过吗？孙鹏最近来过。周瑞的身体僵了一下，很轻微，但我看见了。没有啊，你出了事，他哪好意思来？他眼神有点飘，我没说话，拿起桌上的遥控器，关了电视。我站起来，我累了，去睡会。我走向卧室，饭做好了，不吃点吗？不，我推开卧室门，床铺很整齐，是我走之前的样子。床头柜上，我放的专业书变成了几本时尚杂志。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里面放着我的手表、钱包，夹层已经被撬坏了，留下一道丑陋的缝。我伸手进去摸了摸，空的。周瑞站在门口，手足无措。赵毅，你听我解释，我那天是鬼迷心窍了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他哭了，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。我压力太大了，我怕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收了钱，迟早要出事，让我主动揭发，还能算立功表现。他编的谎话和我被调查时想过的100种可能都对不上，那些理由太可笑。我看着他哭，心里毫无波澜。15年夫妻，我以为我很了解他，现在我发现我一点都不了解。我看着他，又越过他，看着客厅里探头探脑的女儿安安。安安5岁了，长得像周瑞，尤其那双眼睛。以前人人都说安安真是你们2个的结合体，眼睛像妈，鼻子像爸。我看着安安的鼻子，小小的，很挺翘，跟我的鼻子有一点像吗？一个疯狂的念头钻进我的脑子，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，它像硫酸，把我心里最后一点温情烧得干干净净。我走到周瑞面前，他还在哭，别哭了。我声音很平静，他愣愣地看着我。明天我们带安安去一趟医院。去医院？安安病了？他很紧张。没病。我看着他的眼睛去做个检查。第2天早上我6点就醒了，身边的周瑞还在睡，他眉头皱着，似乎睡得不安稳。我看了他一会儿，起床洗漱。镜子里的男人瘦了，脱了相，眼神很陌生。我刮了胡子，换了身衣服。7点，我敲响安安的房门。安安起床了，里面没有声音。我直接推门进去。安安睡在小熊维尼的被子里，只露个头顶。我把他叫醒，他揉着眼睛，看见是我，有点怕。爸爸，起床，爸爸带你出去玩。去哪玩？去一个要抽血的地方。安安的脸立刻白了。我不要抽血，我怕疼。他开始在床上打滚耍赖。周瑞被吵醒了，冲进房间。赵毅，你干什么？一大早发什么疯？他把安安搂在怀里，瞪着我。安安怕打针，
神你不知道吗？做什么检查非要今天？我看着他护着孩子的样子，像一只愤怒的母鸡。就今天，必须去。我们两个对峙着，安安在我们中间，看看我，看看他，哇的一声哭出来。我不要去医院，我不要抽血。周瑞抱着他，一边哄一边用眼刀剜我。你到底要做什么检查？常规体检。我这么久没回来，关心一下女儿身体。不行，这个理由无懈可击。周瑞咬着嘴唇说不出话。我走过去，从他怀里把安安拉出来。安安哭得更凶了。要么我带她去，要么我们三个一起去，你选。他死死盯着我。几秒钟后，他败下阵来。我去换衣服。去医院的路上，车里气氛压抑。我开车，周瑞和安安坐在后座。安安还在小声抽泣。周瑞一路都在哄她，给她讲故事，许诺她做完检查就去买最大的冰淇淋。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们，那画面很温馨，一个好妈妈，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如果昨天那个念头没有出现，我大概会心软，我会觉得自己刚回来，不该这么对他们。但现在我心里只有一片冻土。到了医院，我直接挂了号，去亲子鉴定中心。周瑞看到司法鉴定中心几个字，脸色变了。赵毅，你……他声音发颤，我没理他，拉着安安往里走。我不要进去，这里面都是坏人。周瑞追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。赵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安安？他声音不大，但很尖利。走廊里有人看过来，我甩开他的手。你心里有鬼？我冷冷地问。他脸色一白。你混蛋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安安是你的女儿，亲生女儿。就因为我举报了你，你就要这么报复我，这么侮辱我跟孩子？我看着他表演，他的每一个表情，每一滴眼泪都那么恰到好处。换做以前，我早就投降了。可现在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是不是查一下就知道了？我拉着安安，不再跟他废话。一个护士走过来，请问是做亲子鉴定的吗？是。大人和孩子都需要抽血。安安听到抽血，挣扎得更厉害了。周瑞冲过来想抢孩子，我用了力气把安安控制住。先抽我的，针扎进胳膊，血流进采集管，我不觉得疼。然后是安安，她被两个护士按住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爸爸，我恨你，妈妈救我。周瑞在旁边哭骂我。赵毅，你不是人，你会后悔的。我看着那管从安安胳膊里抽出的血，心里空荡荡的。抽完血，办完手续，7个工作日后出结果，可以自己来取，也可以邮寄。我亲自来取。我说。走出鉴定中心，周瑞抱着哭累累的安安，像看仇人一样看我。赵毅，我们完了，等结果出来再说。我走在前面去停车场，他跟在后面。回到家，他把安安安顿好，就冲进书房。我正坐在电脑前查律师的信息。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他把门摔上，对我吼：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谁在你面前嚼舌根了？是孙鹏吗？他竟然先提了孙鹏，我有点意外。我抬头看他，你觉得是他？不是他是谁？除了他，还有谁会来我们家？他肯定跟你说了什么。他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赵毅，你别信他，他就是个小人，他早就看我不顺眼了。我看着他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我在里面92天，我的妻子没有一次想过我的处境，我的表哥没有一个慰问电话，现在他却想把祸水引到他身上。他跟我说什么了？我顺着他的话问，他愣住了。他肯定说我坏话了，说我跟别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。他试探着问，我没说话，他的脸越来越白。赵毅，你不能这么想我，我们15年夫妻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以前以为我知道。我说我关掉电脑，在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分房睡。我站起来走出书房，你睡主卧，我睡客房。他站在原地，浑身发抖。如果结果证明安安是你的女儿呢？赵毅，你到时候要怎么收场？我停下脚步，如果她是，我给你跪下道歉。我拉开客房的门走了进去，门关上，我听见她在外面发出一声绝望的哭嚎。等待结果的7天像一个世纪。我和周瑞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形同陌路。我们不说话，饭是钟点工做的，他做好就走。我跟周瑞错开时间吃饭。安安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，他不再吵闹，大部分时间都自己待在房间里。有时候我路过他门口，能听见他跟布娃娃说话。爸爸妈妈不理我了。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，但我没有停下脚步。这7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客房。我翻遍了过去12年的所有相册，我一张一张的看安安从一个襁褓里的婴儿长成一个漂亮的小姑娘。我找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对比，没有一个地方像。我又找出周瑞的照片，安安的眉眼、嘴巴、脸型几乎是她的复刻。我也找出孙鹏的照片，他是我的大学师兄，我们有很多合影。我把安安的照片和孙鹏的照片摆在一起，那个挺翘的鼻子，那个笑起来时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一模一样。我的心一点一点沉下去，我开始回忆孙鹏来我家的每一次。他总是在周5的晚上来，带着水果或者玩具，说是给安安的。他一来，周瑞就特别高兴，亲自下厨做一桌子他爱吃的菜。我们3个人在饭桌上，他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，从大学的趣事聊到单位的八卦。我偶尔插一句话，他们会应付一下，然后又回到他们自己的话题里。我以前觉得是我想多了，我觉得他们是表兄妹，关系好是正常的。我工作忙，压力大，不爱说话。孙鹏能陪周瑞解闷也挺好。我真是个傻子。我记起5年前
安安出生的那天，我在产房外急得团团转，孙鹏也在。他说他刚好路过医院，听说周瑞生了，就来看看。护士把孩子抱出来，我第一个冲上去，孙鹏跟在我后面。他看着襁褓里的安安，眼睛里放出的光比我这个亲爹还亮。师弟，恭喜你啊，女儿真漂亮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一直看着安安都没看我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提前下班回家，打开门看到孙鹏和周瑞在沙发上，两个人靠得很近。周瑞在哭，孙鹏搂着他的肩膀在安慰他。看到我，他们像触电一样弹开。他看韩剧太感人了。是啊是啊，女人就是爱哭。我信了，我这个傻子一次又一次的信了。那200万的举报是了，只有他们2个人能想出这么恶毒的计策。他们以为我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，我的房子、我的存款、我的社会地位就都顺理成章的成了他们的。他们甚至不用离婚，一个罪犯的妻子带着一个遗父子和他的表哥相依为命，多么感人的故事！我把所有照片收起来，拿起手机打给一个做私家侦探的朋友，帮我查个人。谁？孙鹏，还有我老婆周瑞。查什么？他们从5年前到现在的开房记录、资金往来，所有的一切。义子，你确定？确定。行，3天后给你消息。挂了电话，我感觉浑身都冷。第7天到了，取报告的日子，我跟单位请了假。出门的时候，周瑞堵在门口，他也换好了衣服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。我必须去，我要亲眼看到结果。他很激动，好像笃定结果会是他想要的。也许他觉得只要他表现得够理直气壮，就能改变事实。我没再拒绝，一路无话。到了鉴定中心，我报出名字，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很薄但很重，重得我差点拿不稳。周瑞想抢，我躲开了。我捏着那个信封，指尖冰凉，我的手在抖，控制不住。周瑞也看到了。怕了，赵毅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回去给我跟女儿道歉，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我没理他，我用发抖的手撕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纸，我抽出来，目光直接落到最下面。鉴定结论，那一行黑色的宋体字像一把烧红的刀插进我的眼睛里。根据 DNA 分析结果，排除赵毅为赵安安的生物学父亲。排除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，世界安静了。我听不到周瑞在说什么，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。我就像一个被抽空了灵魂的木偶，站着看着那张纸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周瑞的声音才钻进我的耳朵，他好像在尖叫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报告是假的，你们伪造报告。他冲向柜台，拍着桌子对工作人员大吼大叫。我慢慢的把报告折好，放回信封，再放进我的内侧口袋，贴着胸口。那里本来是热的，现在被那张纸冰得像一块铁。我转过身，周瑞还在闹，他像个疯子。我走过去，抓住他的胳膊。赵毅，这是假的，你相信我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回家。我只说了2个字，我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不像我自己的。我拉着他往外走，他的力气没我大，被我一路拖出了医院，塞进车里。我发动车子开上路，他坐在副驾驶，还在哭，还在说不可能。赵毅，你信我，我只有你一个男人，安安就是你的女儿，一定是医院搞错了。你闭嘴！我打断他，他愣住了。也许是我的语气吓到了他，车里终于安静了。我开着车没有回家，而是在一个路口调转方向，开往另一个地方。这不是回家的路，你要带我去哪？我没回答。半小时后，车停在一栋公寓楼下，这里我不认识，但我知道谁住在这里。我朋友发给我的资料里有这个地址，孙鹏在外面租的房子。周瑞也认出来了，他的脸瞬间没了血色。周瑞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看到了那栋熟悉的公寓楼，他脸上的血色在一瞬间退得干干净净。我不认识这里，赵毅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要回家。他开始歇斯底里，手去拉车门，车门是锁死的。我没理会他的吵闹，声音依旧平静。15号楼2单元1103房，孙鹏的家，对吗？我每说出一个字，他的身体就抖一下。当我报出完整的门牌号，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瘫软在座椅上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想知道，总有办法知道。这房子是他2个月前租的，租金是你付的，从你妈给你的那张生活费卡里走的账，每个月6000，押一付3。第一次你付了3万6，这些都是我那位侦探朋友发给我的资料里的一部分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。周瑞的眼睛里只剩下恐惧，他看着我，像在看一个魔鬼。你查我？你实名举报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拿起来看，是我那个朋友发来的一个加密文件压缩包，标题是你要的所有东西。我接起电话，义子，东西发你了，够那对狗男女喝一壶的，开房记录、资金往来，还有他们微信聊天的部分截图，我找人恢复的，里面有提到怎么设计你的内容，你自己看吧。辛苦了。我挂了电话，把手机屏幕对着周瑞，亮出那个文件名。他看不清里面的内容，但他看懂了那个标题。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赵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
我们不离婚，看在安安的份上，她不能没有爸爸。我把那张鉴定报告从口袋里拿出来，展开放在他面前。他低头看着排除赵一为赵安安的生物学父亲那行字，他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就像被人掐住了脖子。车里死一样寂静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开进了停车场，车停在不远处，车门打开，孙鹏从驾驶座上下来。他穿着一身休闲装，手里拎着几个超市的购物袋，里面装着蔬菜和肉。他还哼着歌。他锁好车，抬头看了一眼15号楼的某个窗口，脸上带着一种回家的温馨的笑容。那个方向正是1103房。周瑞也看到了，他看着那个男人，看着他手里的购物袋，看着他脸上满足的笑容。最后他把头埋进膝盖里，发出一声压抑到极致的野兽般的呜咽。我开车回了家，一路上周瑞没再说一句话，他就那么缩在副驾驶座上，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破布娃娃。回到家，我把车停好，他没有动。下车，他跟着我走进楼道，走进电梯，走出电梯，我用钥匙打开门。安安听到声音从房间里跑出来，妈妈，他扑向周瑞，周瑞的身体僵硬，躲了一下，安安扑了个空，愣在原地，大眼睛里全是迷茫和委屈。他看看周瑞，又看看我，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退回了自己的房间，关上了门。我换了鞋，走到客厅沙发坐下，你也坐。周瑞像个提线木偶，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。我没有去书房拿笔记本，而是打开了客厅的智能电视。我把手机里的内容投屏到巨大的电视屏幕上。第一张是那份 DNA 鉴定报告，黑纸白字，结论清晰。我们先谈这个，安安不是我的女儿，所以离婚后她的抚养权归你，我不会支付任何抚养费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探视的必要。周瑞的身体晃了晃，没有说话。我按下翻页键，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表格，是我做的资产清单。第二，财产，这套房子180平，是我婚前全款购买，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属于我的婚前财产，你没有份。家里的这台车50万登记在我名下，用的也是我婚前的存款，同样属于婚前财产，你也没有份。存款我们名下的，各自归各自。我查过你的账户，除了你父母给你的，还有孙鹏从前年开始陆陆续续转给你的32万，你用你妈的卡做中转，以为我查不到？这些钱是你和他通奸的证明，我会在法庭上提交。我每说一条，周瑞的脸色就更白一分。我继续翻页，屏幕上开始播放一张张照片，是孙鹏和他在各种酒店门口或者小区停车场拥抱亲吻的照片，时间地点标注的清清楚楚。第三，离婚理由，婚内出轨，与他人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，这一点证据确凿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周瑞伙同孙鹏恶意诬告陷害，意图让我入狱，从而达到侵占我全部财产的目的。这不仅仅是出轨，这是犯罪。屏幕上出现了一些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。老公最近好像有点怀疑我了，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按计划来，等他进去了，你和安安就都是我的了。那200万的存单，他真的会信吗？你只要一口咬定你亲眼见过就行。纪检的人宁可错抓，不会放过。只要他被控制起来，我们就赢了。这些都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周瑞看着电视屏幕上他和孙鹏那些丑陋的对话，他终于崩溃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他逼我的，都是孙鹏逼我的。他说他爱我，他说你会对我越来越不好，他说只有他才能给我幸福，举报你也是他的主意，他说只要你倒了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。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，到了这一刻他还在演。我关掉电视，客厅里恢复了安静。我站起身，从书房里拿出早就打印好的2份文件，摔在他面前的茶几上。一份是离婚协议书，另一份是自愿放弃财产声明。签了他，签了，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和平分手。我不追究你诬告的刑事责任，也给你留最后一点脸面，让你净身出户，仅此而已。如果你不签，这些所有的证据，包括安安的亲子鉴定报告，我会打印100份，一份送给法院，剩下的送到你父母手里，我父母手里，我们两家所有的亲戚手里，还有我们单位孙鹏的单位。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周瑞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，孙鹏是个什么样的男人。到时候你失去的就不是钱和房子了，是你这辈子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尊严。周瑞看着茶几上的文件，又抬头看看我，他的眼神里从怨毒到哀求，最后只剩下死灰一片。第二天我起得很早，周瑞一夜没睡，坐在沙发上，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。茶几上的那2份文件还摆在那里，他没有碰，我没有催他洗漱换好衣服。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出门前我看了他一眼，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，明天早上我需要看到你的签字。说完我便离开了家。我没有去单位，而是直接开车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这是我那7天里在网上找好的，本市最有名的婚姻法律师张成业。我在预约的时间见到了张律师，他40多岁，戴着金边眼镜，看起来很精干。赵先生你好。张律师，我们握了手，分主宾坐下。我没有多余的废话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 U 盘放在他面前。张律师，我要离婚，这里面是所有的证据。张律师点点头，把 U 盘插入电脑。他打开文件夹，一个一个的看，从亲子鉴定报告到财产清单，到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和聊天记录。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平静到微微惊讶，
再到最后的凝重。他看得很仔细，花了足足半个小时。看完后，他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眉心。赵先生，说实话，我处理过几百起离婚案，但像你这样证据准备的如此毁灭性的，还是第一个。这些证据足够让你的妻子在法庭上毫无还手之力，净身出户是肯定的。那我就委托您了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：第一，尽快离婚；第二，让他拿不走1分钱；第三，安安的抚养权必须归他。我不想再和这个孩子有任何瓜葛。没有问题，法律上非亲生子女，你没有任何抚养义务。财产方面，对方属于重大过错方，并且有恶意转移、侵占你财产的企图。你的婚前财产绝对安全，婚后共同财产的分割也会完全倾向于你。好，我们谈妥了代理费用，签了合同。在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：张律师，从法律上，对于那个男人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张律师沉吟了一下。单纯的通奸，法律很难制裁，但如果你有确凿证据，证明他参与并主导了对你的诬告陷害，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不过，从你给的这些聊天记录来看，他们很狡猾，很多都是口头约定，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很难。相比于走刑事程序，从他的工作单位和名誉入手，可能是更直接、更有效的打击方式。这番话和我想的一模一样，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张律师。我走出律师事务所，感觉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一半，复仇的法律武器已经准备就绪，接下来是另一条战线了。我站在路边，拿出手机，没有打给周瑞，而是拨通了我单位张局长的电话。电话很快接通了。小赵啊，休息的怎么样了？谢谢张局关心，我恢复的很好。张局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？我想尽快回单位上班。电话那头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好啊，随时欢迎。你的办公室我一直让小李给你留着，天天打扫呢。谢谢张局。另外，关于上次您说的为我恢复名誉的那个会，对，你看是小范围开一下，还是……张局，我觉得可以开得大一点。我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，眼神变得锐利。最好全局所有中层干部都能参加，毕竟这件事影响不小。我希望我的清白也能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我要的不只是离婚，我要夺回我失去的一切，名誉、地位，还有公道，一个都不会少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走出客房时，周瑞还坐在沙发上，一夜未动。他的面前是那2份文件，离婚协议书的末页已经签上了他的名字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我走过去，拿起文件检查了一遍，财产放弃声明也签了。他开口，声音嘶哑的像砂纸磨过。我拿起另一份文件，看到了他的签名和手印。很好，我把文件收进公文包，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结婚证都准备好。9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转身准备出门。赵毅，他在我身后叫住我：安安，她真的是孙鹏的女儿吗？他的声音里竟然带着一丝疑问，一丝希冀。我差点笑出声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竟然还抱着幻想，或者说他是在试图为自己找一个借口，证明他不是从一开始就在欺骗我。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孙鹏。我拉开门走了出去，阳光很好。我开车来到单位，时间是8点半。很多同事刚刚到岗，在走廊里碰到我，表情都有些复杂，有同情，有好奇，也有疏远。我一概无视，径直走向我的办公室。门是锁着的，我拿出钥匙打开，里面一尘不染。张局长没有骗我，他确实让小李每天打扫。我坐下，打开电脑，处理积压的邮件。9点半，张局长的秘书过来敲门。赵科长，局长请您去一趟大会议室。好。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领，跟着他走过去，推开会议室的门。张局长坐在主席位上，看到我，对我招了招手：来，赵毅，坐这儿。他指了指他身边的位置。我走过去，坐下。我能感觉到身后无数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背上。我也能看到，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坐着孙鹏，他低着头，不敢看我。整个人的状态和我被带走那天判若两人。会议开始了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张局长直接切入主题。他先是简单讲了几句关于单位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性，然后话锋一转：前段时间我们单位出了一件事，我们的赵毅同志被人实名举报，说他有经济问题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。市纪检委对此高度重视，成立了专案组，对赵毅同志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调查。张局长的声音很严肃：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就是要正式通报一下这件事的调查结论。经查，关于举报赵毅同志受贿200万的问题，纯属捏造，系恶意诬告。纪检委已经正式出具文件，为赵毅同志澄清事实，恢复名誉。他放下文件，看向我：在这里，
我代表局领导班子向赵毅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，是我们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干部，让你受了委屈。说完，他站起来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，全场哗然。张局，这不怪你，不怪单位。我立刻站起来扶住他。张局长直起身，握住我的手。郝同志啊，他转头对全场说：赵毅同志是我们单位的业务骨干，15年来兢兢业业，两袖清风。这次的事件对他个人、对他的家庭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我希望我们全局上下都要以此为戒，同时也要坚决支持和信任我们的同志，不要被谣言所惑。掌声响起来，稀稀拉拉，然后变得热烈。我看到许多同事看向我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敬佩，我的名誉在这一刻被重新擦亮。张局长让我讲几句，我走到话筒前，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，目光最后落在了孙鹏那张苍白的脸上。我们的视线在空中交汇了1秒，他像被烫到一样，迅速低下头。我拿起话筒，声音清晰而沉稳：谢谢组织的信任，谢谢领导的关心。这3个月，我想了很多。作为一个在单位工作了15年的老兵，我始终相信一句话：身正不怕影子斜。我相信组织，相信法律，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。今天这个公道来了，我没事，但有些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的声音冷了下来，诬告陷害不仅仅是针对我个人，更是对我们整个干部队伍的挑衅，是对组织纪律的践踏。对于那个躲在暗处，妄图用卑劣手段毁掉别人人生的阴暗小人，我顿了顿，目光如刀，再次扫向孙鹏。他把头埋得更低了，肩膀在微微颤抖。我希望组织能够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我说完，对着主席台和台下的同事们深深鞠了一躬。会议室里掌声雷动，这一次所有人的掌声都是发自真心的。会议结束后，我的世界清静了。走在单位的走廊里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：赵科长回来了，赵科长受苦了。他们的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心和热络，仿佛那3个月的孤立和猜疑从未发生过。我一一回应，表情平静。我回到办公室，刚坐下，手机就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我接起来：赵毅，我在单位对面的茶馆，我们谈谈。是孙鹏，他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恐惧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不，有，求你了，就10分钟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。好，我挂了电话，起身不紧不慢地走下楼。茶馆里人不多，孙鹏选了一个最角落的卡座。他看到我，像看到救星，又像看到阎王，表情极其复杂。他面前的茶杯一口没动。我坐下，自己倒了杯茶，说吧。毅哥，不，赵科长。他语无伦次。今天会上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扑通一声，竟然从座位上滑下来，要给我跪下。我往后一靠，躲开了。有话就说，别来这套。茶馆服务员看过来，眼神奇怪。孙鹏又慌忙爬起来，坐好。赵科，那件事举报你的事真不是我的主意，是周瑞，是嫂子她非要那么干的。她说只有你进去了，她才能解脱。他又开始演了，和周瑞一模一样的剧本，把责任推给对方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不说话。我的沉默让他更加恐惧。真的，我发誓，我劝过他，我说这么做太冒险了，太缺德了，可他不听啊，他铁了心要整你。他举起手，像是要对天发誓。是吗？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我的手机，我没有解锁，只是把屏幕对着他。待机画面上是我刚刚设置好的一张照片，是他和周瑞在那个出租公寓的楼下拥抱亲吻的照片，是我从朋友给我的视频里截下来的，高清清晰。孙鹏的眼睛死死地定在手机屏幕上，他脸上的血色比在会议室里褪得更干净。他嘴唇提动，想说什么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还要我给你看点别的吗？比如你们的聊天记录，关于怎么设计我，怎么转移财产，怎么让你那个表妹夫净身出户，牢底坐穿的计划。孙鹏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汗水从他的额头大颗大颗地往下淌。或者我们聊聊安安。我抛出了最后一记重锤。你很喜欢他吧？每次来我家都给他买最贵的玩具。他出生那天，你比我还激动。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去关心我的女儿的？别说了。孙鹏终于崩溃了，他双手抱住头，发出痛苦的呻吟。求你别说了。我收起手机，喝了一口茶，茶已经凉了。孙鹏，我们是兄弟一场。我本来以为你是我的朋友，是我的亲人。我的声音很轻，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在他的心上。你毁了我15年的婚姻，毁了我对家庭的全部信任，你还想毁掉我的一辈子。赵毅，我不是人，我畜生不如。他抬起头，满脸泪痕。我身体前倾，凑近他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：现在路有2条。第一，我把所有证据交给纪检委，也交给你们单位领导。诬告陷害国家干部是什么罪名，你自己清楚，你的下场会比我惨100倍。第二，明天天亮之前主动向单位提交辞职报告，然后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，把你怎么和周瑞合谋，怎么一步步计划这件事的经过，原原本本写下来，签上
将你的名字交给我。做完这2件事，你就可以滚了，滚出这个城市，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靠回椅背，选吧。孙鹏瘫在座位上，面如死灰。他知道他没得选，比起身败名裂、锒铛入狱，体面的滚蛋是他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。从茶馆出来，我看了一眼时间，8点50分，离约定的时间还有10分钟。我开车不紧不慢地驶向民政局，把车停好。我走到门口，周瑞已经等在那里了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，头发随意地挽着，脸上没有化妆，苍白憔悴，手里提着一个布袋，里面装着我们今天要用到的所有证件。他看到我，眼神躲闪了一下，没有说话，我也懒得开口。我们就像2个排队办事的陌生人，一前一后地走了进去，取号、排队、等待，整个过程寂静无声。周围是来来往往的情侣，有喜气洋洋来领证的，也有愁眉苦脸来办手续的。我们的沉默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格外突兀。终于叫到了我们的号，我们走到窗口前坐下。2位是自愿离婚吗？是。财产分割都协商好了吗？子女抚养问题呢？都协商好了，协议里都写清楚了。大姐拿起我们的离婚协议书，快速地浏览了一遍。当她看到女方自愿放弃一切财产和婚生女，由女方独立抚养，男方不支付抚养费这2条时，她抬起头，诧异地看了周瑞一眼。周瑞把头埋得更低了。大姐没再多问，这是别人的家事，填一下吧。我们各自沉默地填写着。我写得很快，姓名赵毅，民族汉。在离婚原因一栏，我只写了4个字：感情破裂。我给他留了最后的体面，填好拍照。当钢印砰地一声盖在那2本红色的离婚证上时，我看到周瑞的身体猛地一颤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好了，我拿起属于我的那本，站起身，转身就走，没有一句告别。走出民政局大门，阳光刺眼，我感觉身上卸下了一副千斤重担。周瑞跟了出来。赵毅，我停下，回头看他，这是我们作为夫妻最后一次对话。我能回去把我和安安的东西收拾一下吗？给你2个小时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回到家楼下，我没有上楼，我靠在车边点了一支烟，这是3个月来我抽的第1支烟。烟雾缭绕，我的思绪却无比清晰。不到1个小时，周瑞就下来了，他拖着2个大行李箱，安安跟在旁边，小姑娘牵着他的衣角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，显然是哭过了。我掐灭烟头，走过去，车钥匙给我，家里那辆车在他名下，但也是我的钱买的，协议里写明了归我。他从包里拿出来递给我，以后你打算去哪？回我妈家。孙鹏，他早上给我转了一笔钱，然后就把我拉黑了。他说他要离开这个城市了。我心里毫无波澜，这是他该付出的代价，好自为之。我留下这4个字，拉开车门，上车，发动引擎，车子驶离小区。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们母女俩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。回到家，第1件事就是给锁匠打电话。喂，师傅吗？我要换锁，全屋的，最高级别的。半小时后，锁匠上门，听着电钻滋滋的声音，闻着机油的味道，我知道这个家里最后一丝属于别人的气息也被清除了。送走锁匠，我站在空旷的客厅里，这里终于又完全属于我一个人了。我脱掉外套，走进书房，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一个文件传输的提示。我点开，是孙鹏发来的一份名为坦白书的 Word 文档。我打开它，一字一句地看着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如何觊觎我的妻子，如何察觉到安安是他的女儿，如何一步步引诱周瑞，最终策划了那场恶毒的诬告，写得情真意切，悔不当初。我看完点了保存，然后把文档拖进了加密文件夹。这是我的最后一道护身符。我端着酒杯走到窗前，窗外华灯初上，万家灯火，这座城市依然车水马龙，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，但我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，然后又被我亲手重建。我喝了一口酒，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，带着一丝灼热。这场战争我赢了，赢得干脆，赢得彻底。可我心里没有狂喜，只有一片深海般的平静。复仇结束了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，我的新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第2天，我是在一种极致的安静中醒来的，没有安安早上起床的吵闹，没有周瑞在厨房里叮当作响的声音，也没有钟点工小心翼翼的脚步声。整个180平的房子空旷的像一个巨大的回音洞。我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，看了很久，心里没有了复仇时的那种紧绷感，也没有大功告成后的狂喜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巨大的空虚。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快刀斩乱麻，砍断了过去15年所有腐烂的根系。现在我站在一片被清理干净的废墟上，周围再也没有那些让我恶心的人和事，但同时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起床洗漱，给自己煮了一碗面，很简单的阳春面，只放了盐和几滴酱油。吃完面，我把碗洗得干干
干净净，放回碗柜。然后我拿起了手机，拨通了我妈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。喂，义子，妈，是我。你没事吧？你那个会开了吗？单位没为难你吧？我被带走的那天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我父母那里，老两口急得差点病倒。这3个月，他们找了无数关系，托了无数人，却连我的面都见不到。我能想象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没事，妈，都过去了。昨天单位开了会，张局长亲自给我恢复了名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这孩子受苦了，你爸为了你的事，头发都白了一半。我心里一酸，爸呢？他去公园下棋了，我没告诉他你来电话，怕他又激动。妈，我跟您说件事。我顿了顿，组织了一下语言。我跟周瑞昨天离婚了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。你说什么？离婚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他举报你那件事？义子，你听妈说，夫妻没有隔夜仇，他可能就是一时糊涂。妈，我不想把安安不是我亲生的这种丑事告诉我父母，我怕他们受不了这个刺激。对他们来说，安安是他们唯一的孙女，是他们疼了5年的心头肉，让他们知道真相太残忍了。他跟别人早就好上了，举报我也是他们商量好的，想让我进去，他们好在一起。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死寂，这一次我能清晰地听到我妈粗重的呼吸声。这个贱人，他怎么敢？我们赵家哪里对不起他了？你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？事情都过去了，妈，婚离了，他也净身出户了，以后我们跟他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那安安呢？安安跟谁？跟着他。那怎么行？安安是我们赵家的孙女，不能跟着那种女人。妈，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您和我爸以后就当没这个孙女吧。我说完这句话，心像被一只手狠狠攥住，疼，但长痛不如短痛。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，她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她可能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更深层次的不可动摇的决绝。她没有再追问。妈知道了，义子，那你一个人好好过，什么时候想家了就回来。我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感觉像是又打了一场仗。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直到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晒在我的脸上，带来一丝暖意。下午我回到单位，张局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他亲自给我泡了茶。赵毅呀，家里的事都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了，谢谢张局关心。他点点头，叹了口气。周瑞，我是看着你们结婚的，没想到会闹成这样。那个孙鹏昨天上午就递了辞职报告，说是家里有事要回老家。我知道了，我面无表情。孙鹏的坦白书就锁在我的抽屉里，他这辈子最好都不要再让我看到。张局长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欣赏和肯定。赵毅，你能这么快调整过来，很好。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还能保持冷静，有理有节地处理好所有问题。说实话，我有点佩服你。这次的事对你来说是场灾难，但也是一次考验。他话锋一转，市里最近要上一个智慧城市的项目，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联动，是个硬骨头。我跟上面推荐了你，让你牵头组建一个专项小组。我心里一动，这不仅仅是一个项目，更是一个信号。一个单位要重用一个人的信号。这个项目要是干好了，对你下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张局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我站起身，对着张局长郑重地点了点头。有。新项目的筹备工作千头万绪，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进去，开会、调研、写方案、协调各部门关系。我每天都忙得很晚才回家，这种忙碌像一剂良药，让我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也让我感觉自己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坐标。我的生活似乎正在慢慢回到正轨。然而就在我以为可以彻底和过去告别的时候，一个电话还是打破了这份平静。电话是我前岳母打来的，看到那个号码，我本想直接挂断，但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赵毅，你这个天杀的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电话一接通，就是一阵劈头盖脸的咒骂。你把我们家周瑞害成什么样了？离婚还让他1分钱都拿不到，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他给你生了女儿，给你当了那么多年牛做马，你就是这么对他的？前岳母的声音尖利的像要刺穿我的耳膜。我把手机拿远了一点，静静的听着。等他骂累了，喘着气，我才把手机放回耳边。说完了吗？你必须给我们家一个说法，你必须给周瑞补偿，房子、车、存款必须分他一半，不然我们就去你单位闹，去纪检委告你始乱终弃，抛妻弃女。是吗？您确定要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？电话那头愣了一下。不就是因为他举报了你吗？他那不是为了你好吗？是被人骗了。看来周瑞没跟您说实话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。那我就告诉您2件事吧。第一，您女儿伙同她的情人，那个叫孙鹏的男人，精心策划诬告陷害我，目的就是想让我坐牢，然后他们好名正言顺的侵占我的全部财产。这不是一时糊涂，这是犯罪。第二，我顿了顿，一字一顿地说，
您女儿给别人生下的孩子，让我当了5年傻子养着。您抱了5年的外孙女，跟我赵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我说完，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的那个老太太此刻是什么样的表情，是震惊，是羞愧，还是愤怒？我不在乎。过了足足1分钟，电话里才传来啪的一声，像是手机掉在了地上，然后电话被挂断了。我看着已经黑掉的屏幕，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。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可能来纠缠我的麻烦也解决了。我打开手机通讯录，找到岳父、岳母这2个分组，按下了删除键，连同里面所有的联系人全部清除。从此山高水长，江湖不见。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家，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4菜1汤，都是我以前喜欢吃但周瑞嫌麻烦从来不肯做的菜。我开了一瓶红酒，给自己倒了一杯，一个人坐在巨大的餐桌前慢慢的吃着。房子很安静也很空，但我第一次不觉得孤单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。我不需要再迁就任何人，不需要再伪装任何情绪，我就是我，为自己而活。吃完饭，我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，把所有带着周瑞和安安生活痕迹的东西全部打包，扔进了楼下的垃圾中转站。相册、玩具、他们的衣服、鞋子。当我扔掉最后一个垃圾袋，直起腰时，我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无比轻盈。回到家，我泡了个热水澡，躺在浴缸里，我甚至开始构思该如何重新装修这个房子，换掉那些俗气的软装，换上我喜欢的简约风格，把安安的那个儿童房改造成我的书房和健身房。想着想着，我竟然笑了出来，那是这几个月以来我发自内心的第一个笑容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又是1个月。智慧城市项目在我手里有条不紊地推进着，我带领的专项小组工作效率极高，成果显著，得到了市里领导的几次点名表扬。我在单位的声望也水涨船高，大家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同情和好奇变成了纯粹的尊重和佩服。没有人再在我背后议论我的家事，工作成了我生活的全部，我也很享受这种状态。这天下午，我刚结束一个协调会，张局长让秘书叫我过去一趟。走进他的办公室，我发现气氛有点不一样，几个副局长竟然也都在。饶毅，坐。张局长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，脸上带着一种我熟悉的意味深长的笑容。我心里大概有了底，但脸上不动声色坐了下来。赵毅同志，今天请你过来是要宣布一个组织决定，经过局党组研究并报市里批准，决定任命你为我局副局长，分管业务和信息化建设工作。他说完带头鼓起掌来，另外几个副局长也跟着鼓掌，脸上都带着笑意。恭喜啊，赵局，年轻有为啊！尽管早有预料，但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，我的心跳还是忍不住快了几分。从一个被人诬告随时可能身陷宫壁的科长，到今天成为班子成员、副局长，这短短2个月，我的人生像是坐了一趟过山车。谢谢组织信任，谢谢各位领导。我站起身，对着大家深深鞠了一躬，没有慷慨激昂的表态，只有最诚恳的感谢。任命文件很快就下来了，我的办公室也从3楼的普通单间搬到了5楼的副局长办公室，更大了，也更安静了。站在新的办公室窗前，可以俯瞰楼下的大半个城市，视野开阔，心境也随之开阔。傍晚下班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，而是开着车在城市里漫无目的的转着。最后，我把车停在了一个江边公园。我走下车，沿着江边的步道慢慢的走，江风吹来，带着一丝水汽的清凉，拂过我的脸庞。江面上有游船驶过，拉出长长的波纹，对岸是城市的 CBD， 高楼林立，灯火璀璨，勾勒出繁华的天际线。我找了个长椅坐下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脑子里闪过这几个月的种种画面：被带走时的错愕，被审讯时的压抑，看到鉴定报告时的崩溃，摊牌时的决绝，还有离婚后的空虚和现在的平静。一切都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。现在梦醒了，那个曾经以为会相伴一生的人已经成了陌路，那个曾经以为是自己血脉延续的孩子也消失在了人海，那个充满背叛和谎言的家已经被我亲手推倒重建。我失去了一些东西，但也得到了另外一些，比如一次彻底的清醒，一次重生的机会。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再遇到一个人，组建一个新的家庭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想去想。我只知道从今天起，我要为自己活得更精彩。我掏出手机，看到项目组的同事在1个小时前发来的消息，是一个技术方案的最终版。我点开文件，认真的看了起来。夜色渐深，江风愈凉，但我的心里却是一片前所未有的温暖和明亮。过去已经翻篇，我的新人生正沐浴着星光，扬帆起航。晋升副局长后的生活和之前截然不同，我有了专门的司机和秘书，每天要审阅的文件堆积如山，参加的会议也从部门级别上升到了市级层面。忙碌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，这种高强度的节奏像一道坚实的防火墙，将我和过去彻底隔离开来。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工作的洪流中平静地向前流淌，直到我母亲再次打来电话。义子，你最近还好吗？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。自从上次不欢而散后，我们已经快1个月没通过电话了。挺好的，妈，项目很顺利，您和爸身体怎么样？我靠在办公椅上，看着窗外的蓝天。我们都好，就是……她犹豫了。我昨天去买菜，
碰到你以前的邻居，就是周瑞家对门那个李阿姨。我的心沉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她跟我说，周瑞现在过得很不好。她回娘家后，她爸妈知道了所有事，觉得脸都丢尽了。她爸把她关在家里，不让她出门，见人就骂。她妈天天以泪洗面，说造了什么孽，养出这种女儿。我静静地听着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这是她应得的。李阿姨说，最可怜的是安安那孩子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收紧了。那孩子整天被他外公外婆嫌弃，说他是个拖油瓶，是孽种。周瑞自己精神恍惚，也管不了他。孩子受了一大圈，整天不说话，就抱着个娃娃坐在角落里。前2天，李阿姨还听见他在房里偷偷哭，问他那个布娃娃是不是安安不乖，所以爸爸才不要我了。我妈说到这里，已经带了哭腔。义子，妈知道你不待见他们，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他才5岁，他懂什么啊？我一想到以前他那么活泼可爱，现在……妈！我猛地打断了她，声音冷得像冰。我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渺小如蚂蚁的人群。那句是不是安安不乖，所以爸爸才不要我了，像一根烧红的钢针，狠狠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疼，一种久违的尖锐的疼痛，但我不能心软，一步都不能退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他们是死是活都跟我无关。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他们的任何事。义子，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儿子，就答应我。电话那头是我母亲长久的沉默和一声压抑的叹息。我知道了。我挂断电话，在窗边站了很久很久，脑海里全是安安那张挂着眼泪、充满困惑的小脸。我也以为她会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。我曾抱着她，教她说话，带她去公园，把她扛在肩上，听她咯咯的笑。那些温暖的记忆，如今都变成了淬毒的刀片，将我的心割得鲜血淋漓。我闭上眼睛，用力的呼吸，再睁开时，眼神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坚毅。我拿起桌上的项目方案，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回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表上。过去已经死了，我不能让它的阴影再来纠缠我的未来。智慧城市项目进入深水区，其中最核心的一环是全市跨部门数据的安全与融合。这是一个技术难题，也是一个管理难题。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能力有限，必须引入外部的顶尖合作伙伴。经过几轮严格的招标和筛选，国内信息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环宇科技成功中标。1周后，双方的第一次项目对接会在我局的会议室召开。环宇科技的团队很年轻，很有活力。为首的项目负责人是一个叫苏晴的女人，她看起来不到30岁，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，长发干练的束在脑后，脸上画着淡妆，眼神明亮而锐利。她没有多余的客套，自我介绍后便直入主题。会议进行到一半，轮到我方介绍我们初步设想的数据架构。我的下属技术科的李科长在台上讲得口若悬河。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，李科长，关于您提到的这套双向沙盒的数据交换模型，我们认为存在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。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。苏总，这套模型是我们参考了国际先进经验，经过多轮论证的，不可能有问题。不在模型本身，而在应用场景。你们忽略了不同部门系统之间的异构性，以及数据在清洗和标准化过程中的权限衰变问题。按照你们的设计，一旦有恶意代码绕过前端防火墙，就可以利用这个权限衰变漏洞，在3分钟内横向感染至少70%的接入系统，造成全市范围的数据瘫痪。他的语速很快，但逻辑极其清晰，一连串专业术语和精准的数据砸得李科长哑口无言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会议室的气氛有些尴尬，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想看我这个新上任的副局长会如何应对这个下马威。我看着白板前那个自信专注的女人，心里没有丝毫不快，反而涌起一股欣赏。苏总说的对，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盲区，专业的人就该做专业的事儿，我们洗耳恭听环宇科技的高见。我的表态让场上的气氛缓和下来，苏晴也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异常，觉得讶异。接下来的时间成了他的个人表演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逻辑严密，构思巧妙，不仅解决了我们没发现的安全隐患，甚至还优化了数据处理的效率。原定下午5点结束的会议一直开到了晚上7点。会议结束后，双方的技术人员立刻分组，根据新的方案开始修改细节。我和苏晴留在了会议室做最后的复盘。赵局，没想到您这么开明。技术问题，达者为先，没必要用行政级别来压人。你比我想象的更厉害。彼此，能把这么复杂的项目在前期梳理得这么井井有条，赵局的管理能力也让我很佩服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脱离项目，有了点私人交流，肚子不合时宜的叫了起来。我叫个外卖吧，披萨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请客，算是
感谢赵局今天的支持。我们就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里吃着披萨，喝着可乐。我们聊了很多，从人工智能的未来聊到大数据产业的困境。我发现他不仅技术过硬，见识也极为广博，跟他聊天是一种享受。那晚回家躺在床上，我脑子里盘旋的不再是周瑞的背叛，也不是安安的眼泪，而是一个全新的鲜活的身影和他关于算法伦理的争论。我意识到我的世界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照进了新的光，和环宇科技的合作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。苏晴的团队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，在他的带领下，项目最艰难的技术攻关被一个一个的拿下。我和他的接触也越来越多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开短会，每周都会进行一次深入的复盘。我们一起熬夜修改方案，也一起为了一个技术细节争得面红耳赤。他很强，也很拼。我时常看到他开完会就靠在椅子上，用手捏着眉心，一脸疲惫。但只要一投入工作，他立刻又像上满了发条的战士。在他的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纯粹的热情，那种对事业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热爱。这种感觉很吸引我，但我始终和他保持着一种克制的纯粹的工作关系。那场失败的婚姻像一道无形的伤疤，时刻提醒着我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尤其是女人。这天中午，我刚吃完饭，接到了我那个 J 朋友老王的电话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，甚至带着点幸灾乐祸。意思，猜猜我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？别卖关子。关于孙鹏那个人，我一个老家那边的朋友，前2天偶然碰到了他，你绝对想不到他现在是什么德行。我没有说话，静静的听着。那小子当初跟你老婆合谋，根本就不是图什么狗屁爱情，他在外面炒期货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被人追得到处躲。他看上的是你的钱，你的房子，他把他跟周瑞的关系当成一个跳板，把周瑞那个蠢女人当枪使。什么孩子是我的，什么我们以后好好过，全是骗他的鬼话，目的就是让他死心塌地把你送进去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波澜，这一切我早就猜到了7、8分。他从你家卷铺盖滚蛋后，不是回老家避风头了吗？结果没躲几天就被债主给找到了，那帮人可不是善茬，把他腿打折了，还把他扣在小旅馆里，让他家里拿钱赎人。他那种家庭哪拿得出那么多钱？他爸妈去求了债主好几次，差点跪下都没用。最精彩的来了，你知道他最后是怎么脱身的吗？他把他亲妹妹，一个刚上大学的姑娘，半卖半送地，介绍给了那个债主当情人，用他妹妹的下半辈子换了他自己的自由。我的呼吸停滞了1秒，虎毒尚不食子。我一直以为孙鹏只是贪婪和恶毒，却没想到他的人性已经泯灭到了这个地步。为了自己，他可以牺牲一切，包括自己亲人的幸福和尊严。周瑞爱上的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为了这样一个男人，他毁了我们的家，也毁了他自己的一生，何其可悲，又何其可笑。意思还在听吗？在。我那朋友给我发了张照片，你想不想看？发过来吧。很快，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我点开图片，照片是在一个嘈杂混乱的火车站拍的。孙鹏穿着一身廉价的运动服，一条腿打着石膏，拄着拐，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眼神惶恐而麻木，正挤在一群民工中间，准备登上一辆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。曾经那个在我家谈笑风生、西装革履的表哥，如今像一条丧家之犬，不，连狗都不如。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心里没有复仇的快感，也没有丝毫的同情，只有一片荒芜的冷漠。因果报应，天道轮回，他的下场是他自己选的。我手指一动，按下了删除键，连同那张照片、那个名字、那段不堪的过去一起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清除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我站起身，倒了一杯热茶，走向会议室。苏晴和他的团队应该已经到了。新的人生还有更重要的仗要打，我不能也不想再回头看。升任副局长后，我的时间被切割成了无数个细小的碎片，开不完的会，看不完的文件，还有处理不完的人情世故。我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，没有一刻能停下来。但这种忙碌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，它让我没有时间去回想过去，也让我感觉自己存在的价值不再仅仅依附于一个破碎的家庭。智慧城市项目在我和苏晴团队的合力推进下，已经顺利完成了第1阶段的架构搭建和压力测试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按照惯例，局里要组织一场庆功宴，地点都定好了，本是最高档的酒店，我却在最后时刻否决了这个提议。我把饭局改在了单位附近一家不起眼的私房菜馆，没有邀请太多领导，只请了双方项目组的核心成员。赵局，您这是给我们省钱啊？不是省钱，高档酒店的饭菜吃的是排场，这里的饭菜吃的是人情味。我们2个团队并肩作战了这么久，早就是自己人了，没必要搞那些虚的。我的话让气氛一下子热络起来，环宇科技的那些年轻工程师们也放下了拘谨。苏晴坐在我的身边，她今天没穿职业套装，而是一件米色的羊绒衫，长发随意的披在肩上，少了几分职场上的凌厉，多了几分温婉。赵局，我敬你，你是我合作过的最特别的
的甲方。怎么个特别法？不像领导，更像一个战友。他说完，仰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他的酒量出乎我的意料，饭局过半，大家都喝得有些多了，话题也从工作慢慢转移到了生活。赵局，您这么年轻有为，嫂子一定很漂亮吧？话音刚落，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。我的秘书小李脸色一变，就要开口训斥。我抬手制止了他。我拿起酒瓶，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，然后站起身。我没有爱人，我刚离婚不久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那个工程师更是吓得面如土色。不过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说完，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苏晴一直静静地看着我，她的眼神里没有好奇，也没有同情，只有一种淡淡的了然的平静。饭局结束后，众人各自散去。苏晴也喝了不少，脸颊泛着红晕，走路有点不稳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麻烦赵局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上车，我的语气不容置喙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坚持，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。车里很安静，我打开音乐，是舒缓的纯音乐。为什么离婚？他突然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我没想到他会问得这么直接。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。没什么，性格不合。我用了一个最敷衍的理由。他侧过头，看着窗外流光溢彩的夜景，没有再追问。我父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离婚了，我爸跟他的秘书好上了，我妈闹了很久，最后心灰意冷，远走他乡。他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。所以我拼命工作，我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，强大到不需要依靠任何人。他转回头看着我，眼神在夜色中亮得惊人。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。我们是同一类人，被最亲近的人伤害过，然后用坚硬的外壳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。车开到了他住的小区楼下，他解开安全带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他推开车门下车，走了2步，他又回过头，弯下腰对我笑了笑。赵毅，其实你笑起来比板着脸的时候好看多了。说完，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楼道。我坐在车里，看着他消失的背影，愣了很久。心湖里那片被冰封许久的水面，似乎裂开了一道微小的缝隙。那晚之后，我和苏晴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我们依然是工作上的伙伴，讨论问题时还是会为了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，但在工作之外，我们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。他会在我开会忘了吃饭时，默默在我桌上放一份三明治，我也会在他熬夜加班后开车送他回家。我们从不谈论彼此的过去，却又好像在每一个眼神交汇中都读懂了对方的伤疤。这种感觉像冬日里的一杯温水，不烫却足以暖心。我的生活似乎正在朝着一个全新的光明的方向发展。我几乎就要以为那些不堪的往事真的已经离我远去。直到那个周六的下午，我回父母家吃饭，饭后我妈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，非要塞给我一张照片，说是她老战友的女儿，也是公务员，让我去认识一下。我哭笑不得地拒绝了。从父母家出来，时间还早，我不想直接回那个空旷的家，便开车去了市里最大的新华书店。我想买几本关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专业书。书店里人很多，充满了安静的书香气息。我沉浸在寻找书籍的乐趣中，心情很放松。我抱着几本厚厚的书，准备去结账时，穿过儿童读物区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毫无预兆地撞进了我的视线。是周瑞，他正蹲在一个书架前，好像在找什么书。他瘦得厉害，整个人都脱了形，曾经精心打理的头发此刻只是随意地扎着，露出苍白憔悴的脸。他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外套，完全没了往日养尊处优的模样。我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，落在了他身旁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正抱着一个掉了一条胳膊的布娃娃，安静地坐在地上。是安安，她也瘦了，小脸没有了往时的红润，显得有些蜡黄。那双曾经像黑葡萄一样亮晶晶的眼睛，此刻却像蒙了一层灰，暗淡无光。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，不哭不闹，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玩偶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，瞬间停止了跳动。我妈说的那些话，李阿姨说的那些场景，在这一刻都变成了具象的锋利的刀，一片一片凌迟着我的神经。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躲到了一个高大的书架后面。我看着他们，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。周瑞终于找到了一本书，是一本很薄的打折童话书。他站起身，拉了拉安安。安安，我们回家了。他的声音疲惫而沙哑。安安没有动，只是抬起头，茫然地看着他。周瑞叹了口气，弯腰想去抱他。就在这时，安安的目光越过周瑞的肩膀，穿过书架的缝隙，看到了我。我们的视线在空中相遇了。那一瞬间，时间仿佛静止。他的眼睛先是茫然，然后是困惑，再然后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带着一丝恐惧的微弱的希冀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
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那个曾经会欢快地扑进我怀里，大声喊着爸爸的小女孩，此刻只是远远地怯生生地看着我，好像在确认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幻影。周瑞也察觉到了女儿的异样，他顺着安安的目光转过头，看到了我，他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，惊恐、羞愧、难堪，无数种情绪在他脸上交织。他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，一把抱起安安，用孩子的身体挡住自己的脸，几乎是落荒而逃。他踉踉跄跄地穿过人群，消失在了书店的出口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怀里抱着的几本厚重的专业书，此刻却感觉轻飘飘的。我的手在抖，我的心在疼，不是为周瑞，那个女人不值得我再有任何情绪，是为了那个孩子，那个被卷入成人世界肮脏的斗争中无辜又可怜的孩子。他看我的那个眼神，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，捅开了我早已封死的记忆。我仿佛又看到了他在我怀里撒娇的样子，听到了他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，感受到了他柔软的小手攥着我手指的温度。那些曾经被我刻意遗忘的温暖，如今都变成了刺骨的寒冷。我把书放回书架，逃也似的离开了书店，坐进车里，我关上车门，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。我趴在方向盘上，闭上眼睛。黑暗中，安安那个眼神却越来越清晰，带着困惑，带着恐惧，也带着一丝被抛弃的绝望的哀伤。我以为我赢了，我以为我把所有的敌人都踩在了脚下，我以为我已经百毒不侵。可直到这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在这场战争中，原来还有一个牺牲品，而我亲手把他推向了深渊。那次在书店的偶遇，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在我心里激起了久久不散的涟漪。我的情绪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。第二天是周一，在项目例会上，我全程心不在焉。苏晴在台上汇报着最新的技术进展，好几次将目光投向我，询问我的意见，我都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，或者说一句你看着办。我的反常，所有人都看出来了。会议结束后，苏晴没有马上离开，她走到我身边，把一杯热咖啡放在我面前。你今天状态不对，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很苦。没什么，昨天没休息好。苏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没有拆穿我的谎言。如果项目上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随时找我，但如果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我希望你能尽快调整好。我需要一个100%状态的合作伙伴。他的话很直接，甚至有点不近人情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听了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比起那些小心翼翼的同情和安慰，我更需要这种理性的提醒。我知道了，我点点头。那一天，我强迫自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。我审阅了堆积如山的文件，处理了3个部门之间的协调纠纷，又去现场视察了机房的建设进度。我想用忙碌来麻痹自己的神经，可一到夜深人静，安安那个眼神又会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。晚上，我独自在办公室加班，核对最后一份技术文档。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，我抬头看到苏晴走了进来，她也还没走，还没忙完。快了，最后一个文件。她没再说话，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也拿出她的笔记本电脑，安静地处理着她的工作。我们谁也没有打扰谁，办公室里只有敲击键盘的清脆声响。这种无声的陪伴却让我的心奇异地安定了下来。1个小时后，我完成了所有的工作。我合上电脑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走吧，我送你。好。回去的路上，车里依旧放着那首舒缓的纯音乐。在经过一个路口，等待红灯的时候，我鬼使神差地开口了：我昨天见到我前妻和那个孩子了。我说出这句话，连自己都感到惊讶。我本以为这些事我会烂在肚子里一辈子。苏晴转过头，静静地看着我，没有惊讶，也没有追问，像一个最耐心的倾听者。他过得不好，孩子也很不好。我看到他看我的眼神，我说不下去了。那种复杂的糅杂着愧疚、心疼和无力的感觉，让我喉咙发紧。红灯跳转成绿灯，我发动车子继续向前。你觉得对不起那个孩子？我不知道，理智上，我知道她不是我的女儿，她的悲剧不是我造成的。可是情感上，我忘不了，我养了她5年。赵毅，你不是圣人，你只是个普通人。普通人就会有感情，会心软，会痛苦，这不丢人。我以前也很恨我爸，我觉得他毁了我的家，毁了我妈的人生。我发誓永远不原谅他。直到前年，他生了重病，那个女人卷了他的钱跑了，
他一个人躺在医院里孤苦伶仃。我去看他，看到他苍老的样子，我突然发现我没那么恨他了。我只是觉得他很可怜，有些事我们无法改变，有些人我们注定要辜负。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一切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他的话像一剂温和的良药，慢慢抚平了我内心的褶皱。是啊，我无法改变过去，也无法为别人的错误买单。我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本心，走好未来的路。车子停在他家楼下，这一次他没有马上解开安全带，车里安静了很久。赵毅，如果你真的放不下那个孩子，也许你可以做点什么。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不是以父亲的身份，而是以一个曾经关心过他的长辈的身份。他说，比如匿名资助他的学业，或者通过别的渠道改善一下他的生活，让他知道这个世界并没有完全抛弃他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建议，怎么做取决于你自己的心。他说完对我笑了笑。晚安。晚安。看着他上楼的背影，我坐在车里久久没有发动。苏晴的话为我打开了一扇窗，一扇通往解脱、通往与自己和解的窗。也许我真的可以做点什么，不为周瑞，不为那段错误的过去，只为那个孩子，那个曾经叫了我5年爸爸的孩子，让他在灰暗的人生里能看到一丝微光。我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我那个侦探朋友老王的电话。老王，帮我个忙。我拨通了老王的电话。夜深人静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睡意，但一听是我，立刻精神了。义子，这么晚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找你帮个忙。我靠在办公椅上，看着窗外城市的璀璨灯火，语气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想匿名资助一个孩子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老王是个聪明人，他立刻就猜到了我说的是谁。想好了，他问得很认真。想好了。我看着自己的手，那双手曾经无数次抱过那个孩子，如今却只能在暗中为他做点什么。我不想让他的人生因为大人的错误彻底毁掉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老王沉吟道，这件事不能直接给钱，周瑞那一家子都是见钱眼开的主，钱到了他们手里，1分钱都不会花在孩子身上，只会被他们拿去填自己的窟窿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找你。你路子广，帮我想个万无一失的办法。老王在电话那头思考了很久。办法倒是有。他说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项的教育信托基金，找一个靠谱的律师事务所来执行。这笔钱独立于他们家之外，由律师监管。基金的唯一受益人就是那个孩子赵安安，资金的用途也严格限定在他的教育、医疗和基本生活保障上。这个提议正合我意。比如学费、补习班的费用可以直接由律所支付给学校和机构，医疗费凭医院的单据实报实销，生活费可以每个月以社会爱心人士补助的名义，由社区工作人员或者孩子学校的老师，以实物的形式，比如衣服、食物、学习用品，交到孩子手上，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笔钱是真正用在孩子身上的。老王的思路缜密而周全，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。这个办法好。我说，受益人的监护人也就是周瑞，只有知情权，没有任何支配权，并且要让他签署一份协议，如果孩子受到虐待或者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，基金会有权通过法律途径变更孩子的监护权。这算是我的私心，我给他们钱是让他们把孩子照顾好，如果他们做不到，我不介意用法律的手段让他们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没问题，这些都可以写进信托协议里。老王一口答应下来。至于捐助人的身份，就用一个虚构的星光慈善基金会的名义，保证谁也查不到你头上来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你帮我联系律师，越快越好。启动资金，我先打给你500万。电话那头的老王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。义子，这是不是太多了？养个孩子用不了这么多。不多。我看着窗外，眼神很淡。我原本以为这些钱是要给他当嫁妆的，现在就当是提前给他了吧。我这辈子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感觉心里一块巨大的石头落了地。我无法再以父亲的身份去爱他，但至少我能用我的能力为他撑起一把伞，让他在未来的风雨里不至于那么无助。这是一种解脱，也是一种和解。我与我自己的和解。我拿起手机，找到苏晴的对话框，发了2个字过去：谢谢。很快他就回了过来，同样是2个字：晚安。看着那2个字，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微微上扬。我知道，我心里的那片冰湖正在慢慢融化，而窗外的夜色似乎也变得温柔了起来。
解决了安安的事情后，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，工作上的事情处理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。我和苏晴的配合愈发默契，我们的关系也像项目进度一样稳步向前。我们会在周末一起去爬山，在山顶看着云卷云舒，聊着各自对未来的规划。他想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产品，而我则希望把我负责的这座城市打造成一个更安全、更便捷、更有人情味的家园。我们也会在某个下雨的午后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，各自看书，偶尔抬头相视一笑，不用说话就已读懂了对方眼中的宁静。我发现和他在一起，我不需要伪装，也不需要刻意讨好，我们是两个有趣的灵魂，彼此吸引又互相尊重。这天，项目第一阶段的工作完美收官，为了庆祝，也为了放松一下，苏晴提议我们两个团队去郊区搞一次团建，我欣然同意。团建的地点选在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度假村，白天大家一起玩拓展游戏、打水仗，不分彼此，闹作一团。我这个平时不苟言笑的副局长也被工程师们用水枪浇成了落汤鸡，我没有生气，反而和他们笑闹着打成一片。苏晴站在不远处看着我狼狈的样子，笑得眉眼弯弯，像一弯新月。晚上是自助烧烤晚宴，大家围着篝火喝着啤酒，唱着歌，气氛热烈而欢快。我坐在篝火旁，看着一张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笑脸，心里也感到一种久违的暖意。原来生活不只有背叛和算计，还有这样纯粹的快乐。苏晴拿着2瓶啤酒坐到我身边，递给我1瓶。今天你很不一样。是吗？你笑得比过去3个月加起来都多。他的眼神在火光的映照下格外明亮，因为我好像找到了新的活法。我们没有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喝着酒，看着眼前的篝火，听着远处的歌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。我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，接起电话。义子，没打扰你吧？没有，妈，怎么了？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周瑞家那边好像有点变化。我听李阿姨说，前段时间有个自称是律师的人找到了周瑞他爸妈，说有个什么星光基金会要定点资助安安，不仅把孩子送到了市里最好的双语幼儿园，还专门请了心理辅导老师，每周给孩子做疏导。我静静地听着。一开始他爸妈还以为是骗子，想从他们那骗钱，后来发现人家1分钱不要，还倒贴钱，把他们乐坏了。现在他们对安安的态度180度大转弯，天天宝贝似的供着，生怕这棵摇钱树跑了。安安那孩子现在也开朗多了，听老师说在幼儿园里交到了新朋友，还主动上台表演节目了。我妈在电话那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虽然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在做好事，但总归孩子是好了，我这心里也算踏实了一点。那就好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挂了电话，我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，很亮很密，就像安安的眼睛。我感觉压在我心底最后一丝阴霾也彻底散去了。我转身走回篝火旁，苏晴还在等我。家里的事都解决了。都解决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里面仿佛也有一片璀璨的星空。我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把他拥入怀中，但我忍住了。有些事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，而我相信那个时机已经不远了。智慧城市项目经过1年多的艰苦奋战，终于迎来了全面上线的高光时刻。市政府为此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。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，我站在聚光灯下，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和嘉宾介绍着这个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成果。我看到了台下张局长欣慰的目光，看到了同事们与有容焉的笑脸，也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苏晴，她正专注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是欣赏，是骄傲，也是一种只有我能读懂的深深的情谊。发布会取得了圆满成功。当晚的庆功晚宴上，市长亲自出席，对我大加赞赏，并当众许诺下一个更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还将由我来挂帅。我成了全场最瞩目的焦点，掌声、赞美、祝贺像潮水一样向我涌来。我一一微笑着回应，心里却无比平静。这些是我应得的，是我在经历了炼狱般的背叛后，一步一步亲手为自己打下的江山。晚宴结束后，我婉拒了所有后续的应酬，和苏晴一起走出了酒店。晚风微凉，吹散了酒意。我们没有坐车，而是并肩走在酒店外的林荫道上。恭喜你赵局，不，现在应该叫你赵大功臣了。也恭喜你苏总，没有你和你的团队，就没有这个项目的今天。合作款项的尾款明天就会到账，另外你们团队所有成员的奖金，我个人出资翻1倍。赵局长真是财大气粗。我们一路走着聊着，气氛轻松而愉快。就在我们即将走到停车场的时候，一个瘦弱的身影突然从路边的阴影里冲了出来，拦在了我们面前。是周瑞，他穿着一身不合体的旧衣服，脸上带着病态的苍白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那眼神充满了绝望和孤注一掷的疯狂。苏晴下意识地向我靠近了一步，眼神变得警惕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，示意他安心，然后我看向周瑞。有事？我的声音冷得像12月的冰。赵毅。周瑞的声音沙哑
的厉害。他看了一眼我身边的苏晴，眼中闪过一丝嫉妒和怨毒，但他还是把目光转回我身上，哀求道：“你借我点钱，不，你给我点钱吧。”理由？安安病了，很严重的病，医生说要做手术，要很多很多钱，我们家已经没钱了。你给我的那点钱，早就被我爸妈拿去给哥哥还赌债了。赵毅，我求求你了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看在安安叫了你5年爸爸的份上，你救救他吧，他是无辜的。他说着就要跪下来，我看着他拙劣的表演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星光基金的监管律师每周都会给我发一份关于安安近况的报告，我知道那个孩子现在很健康，很快乐。周瑞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，他大概是从新闻上看到了我如今的风光，看到我身边有了苏晴这样优秀的女人，他不甘心，他嫉妒，他想用孩子作为最后的筹码来从我这里再榨取一点什么，或者说只是想单纯的给我和我的新生活添堵。若是从前，我或许会勃然大怒，会无情的揭穿他，羞辱他，但现在看着眼前这个被嫉妒和贪婪扭曲了灵魂的女人，我只觉得可悲。周瑞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至于安安的医疗问题，我早就做好了安排。星光基金的王律师应该已经把相关的医疗保障协议发给你了。安安享受的是终身制的顶级医疗保险，无论任何疾病，所有费用都会由基金会承担，你只需要带他去指定医院，连签字都不需要。我看着他因震惊而瞪大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补充道：“你今天来找我，无非是想用孩子当借口，再要一笔钱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从你诬告我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应该想到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从我这里拿到1分钱。如果你真的为孩子好，就好好利用基金会给你的资源，把他抚养长大。如果你再敢拿孩子当筹码，动不该有的心思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失去对他的监护权。”我的话像一把把冰冷的刀，彻底斩断了他最后的念想。他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。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我转过身，很自然地牵起了苏晴的手，她的手很暖，她也回握住我，给了我一个安心的微笑。我们回家。好，我们手牵着手，走在城市的璀璨灯火下，走向我们的车，也走向我们共同的崭新的未来。身后那个曾经毁掉我整个世界的女人，已经被我彻底甩进了历史的尘埃里。